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老和。伊朗现在的政权真的是用岌岌可危来形容，只要一件事情，随时都可以把它翻掉。你看到现在国内抗争的情势越来越升高之外，整个伊朗的城市是完全断网了，而且现在有讯号，星链也已经进来了，甚至当初三角洲部队抓马杜洛最强悍的部队，现在已经进入到伊拉克了。这等于什么？美国这个地方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一个讯号，一声令下就杀进去了。杀进去伊朗之后，伊朗就会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都知道，在中东这个火药库里面都烧了起来。你看到了以色列战机直接不留情面咻过去，它炸了哪里？它炸了黎巴嫩，甚至最近在叙利亚内战杀的跟什么一样，杀到最后甚至还是川普来做调停，甚至土耳其还趁虚而入，想要干嘛？想要来瓜分这一杯羹。甚至最大的火药库在也门这个地方，仍然维持三国鼎立的部分，大家一直杀到了刀刀见骨的。当伊朗被端掉的时候，整个中东的版图将会进行一个大洗牌。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资深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这种真的中东我们是讲火药库，最关键就在什么？就在伊朗这个地方，没错，伊朗真的强，其他国家会不会怕？但是现在伊朗要不断掉了，的时候，现在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中东的最后一战，因为只要伊朗被端掉，整个中东政治版图大洗牌了。没错，上报纸都说，现在哈米尼是处于这个数十年最危险的这个时刻，伊朗的情势伊朗随时有可能会倒台。你看，就连这个川普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你看他都故意秀出这个 B2 轰炸机，我要准备针对伊朗而来啊。那甚至这个以色列都已经批准了一个特别的军事行动。那也白宫也有人预告说，周末搞不好会有大事发生，大家就闻到说，伊朗搞不好垮了。好，那我们跟他讲，实际上这个国际局势微妙在这个地方。伊朗为什么会垮台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的后面两个老大哥习近平跟俄罗斯撑不住了，没力了，撑不住。对，那他垮了。好，那伊朗垮了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叫骨牌效应。什么骨牌效应？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俄罗斯跟中国要支持伊朗呢？因为伊朗在中东翻天覆地的话，美国要花很多精神这边处理嘛，那他就可以，他们两个就有机会去挑战美国嘛。好，但是今天伊朗一旦垮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变化。第一个，也门的这个青年军过去就是伊朗支持的。好，现在你完了，所以也门青年军现在如挨打，他挨打什么？青年军有两个作战部队，一个是跟他作战，一个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另外一个是阿联酋支持的。就照理说，应该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跟阿联酋支持的要去打也门要打这个他们现在的青年军就没有，他们两个国家支持的反而先打起来。那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大家都认为说，反正伊朗快要垮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抢的是未来的主导权，在抢地盘。对，没错。好，那一样，叙利亚也是一样。叙利亚的这个政府军呢，现在跟什么？现在跟库德族的军队打起来了。为什么要打起来？因为他们要抢未来叙利亚的这个主导权。那黎巴嫩跟以色列打起来，为什么？以色列要去趁机轰这个真主党，把真主党的残虐把它轰光光。所以这样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因为伊朗垮了之后呢，中东局势短期之内反而会更加混乱，因为那些过去伊朗所支持的小老弟们准备了。我跟你讲，这次美国是带头大哥，他斩掉是中俄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党羽。那这一次呢，现在呢，伊朗垮了之后，接下来是过去伊朗的党羽会被剪除，小老弟都要被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接着一个，一波接着一波，一个骨牌效应在中东开始发生。现在伊朗真的非常不平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目前为止伊朗的这个图。那伊朗的图你可以看有这个点的，大部分很多都是已经爆发冲突的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像，这是纽约时报验证，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德黑兰的这个卡捷广场的街道。他们里面有火焰你看弄成这个样子，直接烧起来。对，没错。然后而且他们还听到枪声，有这个示威者跟政府军的这个枪声在那边，他们没办法确认说这个枪声是来自什么地方。好，那这是在德黑兰，我们跟他讲，德黑兰大概在这个位置。德黑兰他们首都目前为止发生非常多大火的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是马什哈德呢，它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什么？它其实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它是他们重要的，包括说像以哈米尼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对，就没有这个地方，这个
反政权的这个驾驶一直在那边这个开车冲撞安全人员。你看他开车，对，开一个这个保时的车子去冲撞哈米尼的家乡，也整个翻了，整个反了。结果你看到现在这台车。直接去撞安全人员，对，那他是用人肉那种直接去撞的，我的天哪！你就知道说，事实上民众到底多不开心，多不满意哈。那另外他们在这边也贴上很多女生在唱，过去在哈米尼的时代，女生的声音是不能被听的，现在就是这样子哈。那还有另外别的画面是什么？他们在另外一个石油重镇叫阿巴丹，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地方，对哦，它也出现这个所谓这个抗议的这个事件，越来越多人了，所以我就想，这个很多民众，你看，这很多民众上街头去抗议啊，去抗议的这个状况，这么多人都直接走上街头去，对，比我们一开始看的现在好几倍了。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缺油缺电，对，他们就说啊，不要用油，不要用电的这个状况啊，真的很多民众呢就已经开始拿着这个武器，拿着铲子，拿着什么上街头，他是直接扛着枪的吧？对，那就要跟相关的这个政府军呢，可能要做一个对抗。你看，整个伊朗境内已经有比较多人居住的地方，几乎现在都是烈焰冲天，然后民众都是上街头去抗议的这个状况。好，那好，我们就讲，事实上连这个报纸都这样讲。Days of Rage 就是说，这个白天是非常的这个愤怒，然后 Nights of Flame across the Iran 就是晚上是变成烈焰，还有什么愤怒之日？对，烈焰之夜。对，你就知道说哇，这个标题真的是非常夸张哈。那也就是说，伊朗是这10年来处于这个数十年来处于最危险的这个时刻。而且我跟他讲，现在是这样子的，他们上街头去后，民众上街头去后，现在有越来越多军警倒戈，对，警察很多人已经倒戈了，现在很多部队也倒戈。对，所以我就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可能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跟伊朗共和军的一大堆的这个高级的干部都准备要倒了哈。另外，他们就说，你看他们这些抗议者也非常厉害。对，你看这是一个抗议者，他跑到什么地方呢？他们下面在喊“国王万岁，国王万岁”，然后就有一个抗议者，你看就跑到这个天桥上面，他在干嘛？他把监视器给拆掉。为什么把监视器拆掉呢？因为第一个，你可能现在的政府军呢还透过监视器来监视我们，那我把它拆掉的话，你就没办法监视我们。所以你看他们抗议抗争其实有步骤的哈。所以你看，难怪这个伊朗陆军的这个总司令说什么？哎呀，近期一系列的抗议活动都跟境外的敌对势力有关啊。对，所以他们决定怎么样？既然有境外的敌对势力，我们就把网络关掉。好，所以你看。从这个礼拜4 1月8号开始呢，德黑兰还有第2大城市马斯哈德的这个地方呢，你看网络突然就没了。原本都好好的，对，到了这个12点的时候，是直接断网，对，全部断网。之前都还有你看，这是这个伊朗的这个境内还有很多都还可以上网，你看，对 percentage 到100%都可以上网，就没想到后来就完全都到零。所以就是说，他们希望说什么啊？因为现在人民非常愤怒，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继续让这些人民呢跟外界有这个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哦。当年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很多民众透过网络的串联嘛，推倒了很多中东的国家，所以他们现在不让你用这个所谓网络。不过我跟他讲，这个川普也很坏，川普第一个时间呢，马上就商请这个伊隆马斯克来，你进来。所以呢，我们就说有美军的地方呢，就有这个星链计划。那星链呢，已经来到了这个伊朗境内，而且现在已经对伊朗民众开放，就是你可以尽量上网，尽量串联。所以他们这个陆军总司令说的境外敌对是真的啊，美国是真的在搞你啊。所以星链等于美国已经进去了第一枪。对，没错，他已经开始开放星链，所以而且那目前为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人就说，我不会用星链，但是他们都收到很多来自星链的这个星盘啊、碟盘啊，就有人送进去给他们啊，就是你赶快用，所以你知道真的要翻了。对，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氛围是真的完全不一样哈。那不只是说内部，我看伊朗内部现在就很像一个压力锅，越滚越烫，随时都要爆掉。那外面来说话，美军没跟你客气的啦。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过去几个礼拜之内，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他处理完这个马杜洛之后，不是三角洲部队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吗？听说三角洲部队呢，已经还有这个160的这个空降师已经来到伊拉克附近了，就在旁边了。伊拉克在这边，伊朗在这边，那德黑兰在这边，所以呢已经随时都要进去，随时都准备进去了。好，那不止这样。英国媒体说什么？他说有数十架的空中加油机，这个 KC-135哈，还包括 C5、C-17的重型运输机，陆续从英国还有很多地方抵达前线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区域。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上一次的美国在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他用了很多前沿基地嘛，对，他的基地可能在波多黎各、在多米尼加、在中南美洲，还有美国本土，距离很远哦。我想这一次距离很近的，你看伊朗在这边，我跟他讲，伊朗在这边。
红色的点就是目前为止美军有驻扎的。对，那这个所谓在伊拉克境内有很多，然后包括土耳其啦，对，然后沙特阿拉伯啦，然后还有你看距离伊朗最近的科威特，还有这个包括说像这个阿联酋的部分的地方，还有这个卡达这些，你看都很近完全都是包围它。对，而且现在他们都已经抵达前线了，所以现在等于是怎样？等这个所谓的川普一声令下。开轰就过去了，这我有一种感觉，对，就跟端掉委内瑞拉前的气势感一模一样。那时候不就也是在外面围着，没错，围而没有攻，对，然后最后突然杀你，对，这不就一模一样？是没错，而且他现在这个 P8A， 我们昨天不是讲了 P8A 这边飞来飞去啊，在荷姆兹海峡那边飞，在看你的国内的这个局势嘛。还有另外一个指标是什么？听说在这个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纳坦雅胡已经批准了一个叫做“铁拳行动”的新军事计划。他要用来声援伊朗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所以这有可能就是接下来就要攻击伊朗了嘛？你看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搞不好我们在这个周末会看到另外一个，因为川普很喜欢在周末发动，搞不好他在周末发动另外一波对伊朗的攻击也不一定了哈。所以呢，现在当然现在哈米你现在很紧张啊，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的部队很多人倒戈，所以他这几天喊一个什么话呢？在外的这个支持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个人民啊，赶快回来啊！小老弟们，对，进军就阵。对，他现在开始进京救驾，赶快救我！我要惨了。那现在有什么？现在有大概800名左右的伊拉克什叶派的这个民兵来到这个地方哦，然后还有很多在外面打仗的伊拉克，我就讲，因为他们是什叶派，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什叶派、各地什叶派的民兵都开始涌入到他们的这个所谓伊朗境内，要帮什叶派的老大，就是伊朗打，不然的话，什叶派老大垮了之后，什叶派在中东就完蛋了。所以他现在等于是这样，所以我才说这个情势来说，真的已经快要到没有人可以支援伊朗的这个时刻。但是我们刚刚讲小老弟要进军去救驾，对，但没有哦，现在小老弟大哥，我泥菩萨过江啊，我还在打啊。对，所以我就跟你说嘛，这就是一个，就是趁你老大已经没办法罩你的时候，我也打你嘛哈。所以现在整个中东就乱成一团，就是这样。黎巴嫩，因为我们黎巴嫩过去就有真主党啊，就真主党就是这个伊朗支持的嘛，所以以色列现在就开始去炸你啊。我们前一阵子的以真主党跟这个黎巴嫩跟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说你不要打我啦。虽然说我们有真主党，你不要打我，他们已经达成协议嘛，对。但没想到现在以色列就不想理这个啦，他就直接因为反正你后面的老大伊朗也快垮了，他开始炸。那开始狂轰滥炸，这个又开始炸这个黎巴嫩境内的，包括很多真主党就开始炸很凶对啊，晚上咻过去。没错，那除了这个黎巴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也门嘛。那我们曾经讲到也门，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伊朗不是之前发动对以色列攻击的时候，也有从也门发这个无人机还有飞弹，不是也飞到以色列去吗？好，那我想也门在这个地方。那也门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很有意思哦，因为也门绝大多数的区域来说的话，是由谁？是由政府军控制。政府军是谁？政府军其实就是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那现在有一个反叛军，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是由这个所谓的伊朗所支持的青年军，所以他们两个打得非常凶。但是呢，阿联酋支持另外一个叫做南方同盟的南方分离势力的，所以等于是有3股力量。一股力量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一股力量是阿联酋支持的，另外一股力量是青年军，是伊朗支持的。这根本就是中东版的《三国演义》。对，没错，魏蜀吴都来了，3个国家打成一团，乱七八糟。好，那现在怎么办呢？就没想到，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的2个团体先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知道，一旦这个所谓的伊朗垮台，你最大的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军就你也不用玩了。垮了之后，他们2个现在是要争第2名。现在只要争第2名，就会变成第1名嘛。所以2个国家打成一团，就原因在这边。所以你想，很奇怪啊，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2个国家不是这个同盟，为什么打成这样？因为他们在打未来也门到底会被谁控制。好，所以这个就是开始大乱斗了。你看，因为过去有一个国际秩序的，就是说伊朗是当地老大，他伊朗老大没啊嘛，没都没好。另外还有一个，另外也是非常夸张，就是叙利亚。现在我们不是讲嘛，这个阿勒颇，过去是世界文化遗产，被打成废墟嘛，对。那现在是几股势力在打，对。照你知道，这里面主要有几股势力，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主要过去有这阿塞德，对不对？阿塞德就是过去俄罗斯挺的，那俄罗斯挺的已经垮了，还有伊朗挺的已经垮了。好，所以过去现在有几个势力，一个是政府军。政府军就是目前为止美国所支持的另外一派，还有一个叫库德族军，库德族军也是美国支持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在打阿塞德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一起打，但是问题是，赵尔
现在是以阿塞德已经垮了，对阿塞德垮了之后，政府军跟库德族军都想要当老大，所以他们两边打起来了，就互杀了。那这个更复杂了，为什么更复杂了？现在美国也想进来，因为美国现在是说，哎，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要打哪一边？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两边包括说像库德族的这个力量，跟目前为止的政府军都是我扶持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国家进来了，正好就是土耳其。对，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呢，他们是说，如果叙利亚你同意要我打的话，我会进来打，我会打什么？我会打这个库德族，因为为什么要打库德族？因为库德族在土耳其主张要分裂。所以我就要打库德族，所以呢，现在整个中东局势乱成一团。以色列这个土耳其进来也是想要维持这个秩序，所以呢，连土耳其都想进来分一杯羹。你就说现在乱成一团的这个局面嘛，所以我才跟他讲，现在的这个中东局势，大家都在等一个叫做伊朗的时刻。对，伊朗一旦垮了之后呢，哇，整个中东局势会出现完全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这次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在马杜罗被端掉之后，中俄傻眼了。说怎么办到的？但是你看哦，今天有个新闻出来之后，我觉得太好笑，是俄罗斯的。你可以看到哦，这是俄罗斯的高层，他是他的前总统。来，这个就是这个人，梅德韦杰夫。他说暗杀、斩首、绑架，我也可以啊。他指的是谁？是指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因为梅尔兹最近帮乌克兰讲话嘛，还帮他非常多的事情，他就直接去呛梅尔兹说：“跟你讲，我俄罗斯的军队哈，我也可以把你处理掉了。”就梅尔兹说什么：“你这个傻子，你在说什么事情？”但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人要突然去讲这个话？这个人很重要哦，他是普丁的左右手。他今天讲这个话，难道是俄罗斯现在境内国内人心惶惶？他看完之后觉得美军也太强了，还是安抚俄罗斯人民吗？这个梅德韦杰夫啦，基本上就是不自量力了哈。其实也是俄罗斯不自量力哦，他们真的很希望学美军这种做法。对，但是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跟以前当年的苏联完全是不一样了。现在俄罗斯来讲的话，你光是你的所有的部队当中贪污腐败的一堆，记不记得在俄乌战争当中，大家发现到说啊，原来我们的仓库里面东西还有2次大战的时候的东西不能用了，对，不能用的东西，没有武器可以打了。是啊，那你搞俄乌战争搞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你没有去斩首这个泽伦斯基？那你现在说要去斩首这个德国总理梅兹，当然他的用意就是希望能够支持普丁的一个做法啦。然后现在也不要长人家威风嘛，灭自己的这个志气嘛。对，所以认为说我俄罗斯也可以，但是你去试试看啊，人家德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其实就是闹笑话。但是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如果今天那个俄罗斯都有这种想法来讲的话，那这些欧洲国家不就是更加亲美了吗？对，所以他根本就是吹哨子壮胆而已嘛。因为现在俄罗斯你可以看到，在伊朗的局势当中，我们刚才讲，伊朗它根本就是中东的大魔王。过去有中国跟俄罗斯被靠着，现在就要被端掉啦。中俄你人嘞，你人民你没有出来啊？是啊，因为今天有一个新闻出来传说什么东西，就是伊朗所有的高层都已经办好法国签证了。好了，对，真的假的？包含他的议长，就是他的国会议长、国会议员的议长，他们都已经未来可能就潜逃到法国。其实说真的，那时候伊朗他这个政权神学是政权起来的时候，其实背后也有法国在支持他的。但是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逃到莫斯科呢？因为莫斯科可能自身难保啊，像一堆人逃亡都跑到莫斯科去不要说太拥挤了事实上来讲的话，俄罗斯可能没办法处理那么多事情说不定到时候普丁把这些人全部抓一抓，送给川普也不一定啊。对。但是话说回来哈米尼今年来讲的话也80多岁了，如果他今天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他今天他的总统跳出来跟美国在示好了。这像不像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在跟美国示好一样？对，今天所有的间谍或是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背叛者都出现在这个本能寺里面了。什么意思呢？就今天的哈米尼80多岁，好吧，你就要逃亡就逃亡，或怎么样，给他一个安家的一个地方、养老的一个地方就算了。他现在那个总统跳出来在讲一件事情，讲说，这个我们今天会有那么多暴动原因啊，是啊，没错啊，是我们伊朗统治的问题，是我们的治理不好的问题，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对，认错喽，而且跟川普认错喽。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会不会这个总统就是接下来扮演委内瑞拉副总统那个角色，就窝里反了？你看局势来讲的话，非常混乱，有一种祭祀感的感觉。这种感觉出现，在外面喽。然后美国的所有的部队都在外面等，在等什么东西？等伊朗自己宣布说，哈米尼下台了，整个政权结束了，然后重新另外一个这个政权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
就减少了。你看今天川普讲的第3次话，什么次话？你不要给我动手，不要去镇压那些老百姓哦。你如果镇压老百姓的话，我就会处理。那第3次的讲话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最近好像有几个人死掉，不过他们是因为踩踏事件而死掉的，他不是被开枪杀死的。这还给哈米尼他们的一个留下一个下台阶哦。对。那今天来讲，以色列准备好了，三角洲部队准备好了，海豹部队也准备好了 ，P8A 整个都在巡逻当中，所有的东西全部万事就备，就等你伊朗自己要不要宣布逃亡，只欠东风。对，那就是跟马杜罗一样嘛。最后他们还劝马杜罗是你要不要逃亡到俄罗斯去？对，那马杜罗不听话嘛，就被抓了。那你今天哈米尼如果说你不逃亡的话，那你一样的下场。对，就一样的下场嘛。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全世界都在关注伊朗，但是关注伊朗的是伊朗自己内部如果动的话，省得川普动手。如果说伊朗不动的话，我告诉你，川普绝对对哈米尼动手。国正，我们一直讲，在这次事情完之后，中俄在国际上已经被人家看没有了。你小老弟被打着跟什么一样，你一句话你都不敢吭。好，在这个局势上面，我们讲，李在明真的是世界上最傻的人，他就跑到我们就讲，他跑到中国去。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我们在节目上面讲韩国媒体他也气爆。这什么总统？你怎么会这么傻这么呆啊？所以朝鲜日报还真的是用社论来批评他的总统失言跟失格。他说，朝鲜日报说现在是什么局势，你知道吗？现在是美国逮捕委内瑞拉马杜罗，再来是中共对台军演，还有中国跟日本其实针锋相对。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大家是好好的去分清楚现在到底世界局势是怎么样嘛？习近平的言论叫什么？要李在明说，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意思就是邀他站到中国队那边嘛。结果你知道李在明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朝鲜日报他说他失言嘛？他故意假装问 A 答 B 说听他的话他不在回答韩国媒体记者说，听他的话像是孔子说的，我的理解是劝人善良生活，完全答非所问嘛。这也差太多了吧？李在明在装傻，我也听不懂他在答什么吧。当然，韩国媒体说你就是开玩笑带过，但是总统不可以这样做。你总统出国，你就是为了国民跟企业的利益去的，你到底做到什么？你限韩你有没有谈到？没有谈到。再来，你有没有达到所谓的南海、黄海这些违法的，你也没做到，甚至人家还把他批评说，你这次去就根本跟前面几个人一样的笨嘛，就是死亡之祸重新上演嘛。我们来看死亡之祸有谁啊？现在跟习近平握手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好下场，这是叙利亚阿塞德刚下台嘛，再来是尼泊尔的奥利也因为尼泊尔暴动下台，再来孟加拉哈瓦那因为学运下台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马杜罗被抓了，只要被习近平握到，所以现在习近平叫死亡之握。好。为什么朝鲜日报跟韩国媒体这么开心的是，你总统去了，你就要应该争取韩国人民跟韩国企业利益吧？结果他跑去干嘛？你知道吗？像个大叔，穿个白布鞋、北豹尾，跑到北京的街头去买黄瓜、买青菜，然后买小黄瓜，去菜市场挑菜。你应该去为韩国企业站台嘛，去争取那利益，结果跑去站台，然后还直接把黄瓜擦一擦，直接吃了，活像一个韩国大叔。接下来还跑去到处去看北京的美食，你看，直接在现场笑得很开心，还马上掏钱出来。来，你来中国是买菜的，到底是来买青菜、萝卜跟小黄瓜了，然后还一边舔手指头，这个还被中国网民说，这个总统还真个吃货，然后还吃美食之外，还直接舔手指头。可是这个在国际外交或者是你一个总统出访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我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是，2017年的文在寅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跑去哪里？这个气势完全不一样。穿白布鞋蹲在街边，你像个总统吗？你应该像个文在寅，气势多么现代汽车的会长，所有的高层在旁边 ，CEO 都在他的旁边。我们是来搞商业，我们是来搞钱的。那时候气势很大，而且讲大话，讲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北京现代汽车在中国有3地5厂，有5个工厂，在3个城市都有，而且已经卖900万辆汽车，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厂之一。所以他要把它做得更大，所以气势很大，这就是总统该做的事情嘛。结果文在寅去了工厂，倒不是因为到了中国变成倒霉了，其实他已经倒闭卖掉了。所以你说现在李在明想要去没地方去，因为去年跳楼大台卖了这个工厂。
以1/4的价格卖掉了，跟当年借了钱说对不起，文在寅能看，李在明没地方看，只能买青菜萝卜。还有你要去看 LG 啊，看三星的工厂，对不起，还在裁员嘛。李在明去之前就去年年底就刚过这几天，还 LG 的烟台厂、山东厂裁了1400人，关门大吉。所以要么关门大吉，要么跳楼大拍卖。可是你应该去为这些韩国企业争取利益啊！现在惨兮兮的你也不做好，那些韩国企业家不是带了200个人去吗？对，200个人去干什么？怎么不带他去看看工厂啊？三星不是有去吗？现在也有去啊。好，我告诉你，这些企业家是干嘛呢？三星李在镕被中国媒体拍到说跑去北京的卖场买啦布布，当然了，所以他已经无聊到我真的没东西可以看了，没有了，去买啦布布，去买啦布布，去到处去逛街，也不带他总统去看工厂，也不带他总统去开拓市场嘛，因为他的心在美国。他心关心的是什么？他现在宣布说，德州泰勒厂已经跨境2奈米，不要4奈米了，直接放弃4奈米，跨到2奈米，要挑战台积电，因为他只要想要追上他，所以他整个心是什么？想要追上台积电，所以他根本不想理他的总统，因为他心在美国，所以直接去逛街。当然，韩国媒体说，他只是去北京视察那家电市场啊，他不是去买了布布。所以从头到尾，李在明根本是被他旁边这些企业家，统统都被放生了。没错，我放生他，所以他无聊到，不知道怎么办，买青菜萝卜啊。好，是这样的总统吗？我来讲，现代汽车会长不是有去吗？结果人家跑去哪里？跑去抱黄仁勋抱团去了，因为黄仁勋在这次的 CES 说。AI 已经发展到无人吃的时代吧，所以郑义轩赶快跑去跟他吃饭，说：“我也要加入嘛。现在宾士宣布了，我也要加入。”所以人家心也在美国。好，再来有一个人也去握了死亡之握，也没有为当地法国人争取到好处。马克宏，我们来告诉你，马克宏上一个去见习近平，握了这个死亡之握，现在他的下场怎么样吗？现在法国人民正包围了凯撒大门，此时此刻正包围了。都是法国的农民，把拖拉机啦、农具全部包围了凯旋门。为什么？因为农民的生活太惨了。因为马克宏去见了习近平之后，没有帮到法国当地的农民，而上个月还有贝吉耶，就是地中海法国南部的城市，也有4、5千个葡萄酒农跑去抗议，走上街头说：“你到底要不要帮助我们的法国农民？”那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因为中国经济不好，喝了红酒越喝越少，即便马克宏去了，还是腰斩又腰斩。去年还掉了36%，甚至一大堆中国土豪去买了很多法国酒庄，现在干了什么事？到处去把它低价抛售，卖不掉了，就直接把它丢在那里失修，或者没人种葡萄，没有办法运营，结果造成当地人经济更惨。所以跟着中国站在那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一边？当然很衰的是，谁握到手，谁就是死亡之握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